大家好，我是洛克。今天的标题是关于先存股投资还是先买房投资。因为这个议题，我想正在观看影片的你，应该时常听到身边的亲友讨论这个话题吧。而且也有许多的网红做过这类的分享，但我看分享的结果不外乎是先存股投资一面倒的好，这实在是让我匪夷所思啊。当然，存股投资确实是有它的优点，但是买房投资才是真正能帮你快速实现财富自由的捷径。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请各位朋友继续的将影片看下去吧，这将会帮助到一些有选择障碍的朋友，以及不确定应该先往哪方面开始进行投资的朋友，提供一个完整的投资策略。好了，那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小帅目前在科技公司上班，年薪大约在60万左右。每次在中午休息之余，常常听到同事间在分享一些股票存股，以及他们未来打算做到几岁退休，需要存到几张股票后，被动收入达到几万就可以裸辞。小帅对于可以赚取额外收入的方法也是越听越有兴趣，就常常去请教一些同事，以及上网爬文做功课。对于存股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就信心十足地开始了他的存股之路。刚好小帅的爸爸从他出生时就一直有在帮他存钱，所以小帅身上的闲置资金刚好有60万。那他所选择的存股方式是用每个月定期定额1万块买入0056这档标的，以0056平均的殖利率来算，大约是6%。小帅的目标是被动收入，跟他目前的年薪一样，60万就好。那我们就来帮小帅算一算，需要花多久时间才能达到60万的被动收入吧。以上这张图表是从小帅25岁开始，每个月定期定额投资1万块，股息达到每年60万，需要经过26年的时间。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嘛，我们给小帅掌声鼓励鼓励。51岁确实也是提早退休的年纪，相较于其他职场上的同仁，很多人都是工作到了65岁才会选择退休，毕竟没有了工作，收入会是一大问题嘛。第二位登场的是小明，工作跟年薪和小帅一样差不多，不过小明的同事大部分都是买房投资派的，于是小明也是一样做足了功课，并开启了他的买房投资旅程。在看了上百间物件后，小明终于得到了可以投资的标的，总价为600万，2房1厅的物件，但是因为头期款不足，于是向父母亲掉头寸，借了60万元，付了头期款成为了包租公，而且租金刚好可以付清房贷，房贷就以目前最主流的30年房贷，利息为2%来计算，所以我们就得到以上这张图表。而且小明每个月也会存款1万块，所以在第6年的时候，又存到了60万，一样寻找600万的物件，再次投资房地产。此时小明已经拥有2间房产出租，然后经过了15年的时间，小明决定将这2间房产卖掉，换成实质的被动收入。因为第一间持有了15年，所以房价从当初的600万涨价到了1000万。卖掉之后包含购物本金、房贷本金归还以及价差，一共是获利707万。然后第二间持有了10年，所以也涨价到了800万，加上购物本金、房贷本金归还以及价差，一共是获利421万，合计为1128万。小明之后就将这笔钱全数投资0056这档标的，一样殖利率为6%，所以小明在40岁的时候就达到了被动收入60万的目标。之后在公司工作就可以摆烂爱做不做的。像我有许多朋友会常常问我，假设存款有1000万，投资00560股息，一年就有60万的现金流，怎么样都比拿1000万来买房来的划算啊。因为收租金当包租公，一年最多可能就只有30万的租金收入而已。然后我就会反问他们，为什么买房子需要拿1000万出来？各位朋友有买房的，应该都是贷好贷满吧？现金通常只要拿出2成就好，甚至成数更低都有可能。所以我也强烈建议不要提早还完房贷，因为这样只会让你的投资能力下降，而且只要将房子卖掉，之后的买方就会帮你还清贷款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因为不了解房地产，所以才会害怕或是犹豫，甚至不敢投资。认真的了解一下房地产，你才会发现原来买房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困难，毕竟买房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笔支出嘛，所以多做点功课，多研究一下，我想是很值得的。
有句话说得很好，你不用很厉害才开始，但你要开始才会很厉害。如果你想要学习以上这些方法与技巧，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帮自己点个赞，帮这部影片点个赞。那你看到最后，如果觉得这个投资方式是对自己有用的，那我真心的祝福你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帮助要成功的人，而不是想成功的人，因为要成功跟想成功，这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行动力。如果你以后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样，跟我的想法做连结，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以上是小帅跟小明的例子，各位朋友应该可以很清楚的判断出哪一种方式可以加速达到财富自由的目标吧。我们就单纯的以殖利率来计算，小帅第一年以60万投资0056，股息是36000，殖利率为6%。但是小明呢，第一年以60万投资房地产出租，收到的租金缴还给银行的本金是13万，殖利率是21%，所以只要出租个5年，赚到的就是1倍的投资金额，这难道不香吗？这还不算房价长期来看都是上涨的情况，我就问，所有的存股标的中，有哪一档股票可以每年维持20%的殖利率？如果有，那我还不买爆。所以如果要我选择先存股投资，还是先买房投资，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一定要先买房投资，不管是要自住或是投资都好，在被动收入变得强大之前，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将资本利得持续的放大，而不是一开始就专注在被动收入上面。而且房地产的风险真的很小，硬要说的话就是出租时可能变成凶宅，或是地震跟火灾而已，但是这个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各位朋友，如果你手边刚好有一笔钱，迟迟的未决定该如何投资，那真的可以多了解一下房地产，因为这是一个可以快速带领你跳脱出老鼠圈的方式。正所谓知识的落差，就是财富的落差，投资自身永远比投资任何标的更重要，因为学到了就永远是你的，别人想抢也抢不走。各位朋友可以观察看看那些试图阻止你改变的人，观察一下他们的财富状况。如果他们并不富裕，那他们说出的一些话又有多少参考价值呢？各位朋友都知道房地产可以对抗通膨吗？所以我们都要换个思维，应该是要买房存钱，而不是存钱买房，因为存钱的速度真的是追不上房子涨价的幅度。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状况，那就只能选择参与这场游戏了。不过也确实没有任何标的可以赢过房地产这个选项的，不仅安全，还看得到、摸得到，所以希望大家怎么样都要先搞个一间房子来当猪公存钱，才不会一直后悔当初怎么没有买房。各位朋友应该都有看过《穷爸爸与富爸爸》吧？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说明我们要持续的购入资产，而不是负债。所谓的资产，就是能持续的为你带来被动收入，而负债呢，就是从你口袋里一直掏钱出来。所以作者罗伯特清崎把买房自住一直归类成负债，也就是自住的话，每个月都需要从口袋拿钱出来缴房贷。当然这个大方向的概念是没错，但我还是认为就算是自住，房子也是一种资产，这个也许是我们台湾独有的特产吧。就以我身边的例子分享，某位长辈在30年前的台北市买下了一栋透天，当时的成交价格是500万，头期款是100万，以当年来说，100万绝对也是笔大数目。但是就在这30年期间，他所买入的透天物件附近盖好了捷运站，但对这个长辈来说，只是多了一份方便，因为他是自住嘛，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打算要卖。直到前阵子，因为小孩都长大了，所以有换屋的需求，才开始注意目前的房价大约在多少，所以就开始委托房仲卖屋。最后这栋30年的透天以3500万售出，净利是3000万整。这3000万可能比他这辈子工作所赚的钱还要多，而这个长辈也只是买房自住而已，并不是想要投资房地产。我也不是说房价永远只涨不跌，总是会有修正的时候啊，只是就算修正了，大部分的民众还是觉得房价贵得离谱，所以长期来看，房价没有最贵，只有更贵而已。套句股市里的名言，最好的投资就是现在。好了，今天的影片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
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三晚上9点，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各位朋友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三见咯，拜。